同龄人都在玩和平精英、王者荣耀，而我花2000块钱买了个变形金刚，就很，你们懂吧？入坑10年，这是我买过最贵的变形金刚。作为众筹产品的它，品质居然如此不堪。它的玩法和造型固然是相当优秀的，但是鉴于它高达2000块钱的售价，我对它的要求自然也会更高。我从来没有买过这么贵的玩具。也许我有吧，但是我不愿意承认啊。等等，什么叫众筹火马已经快炒到3000块钱了？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茶鱼头。本期视频给各位带来的是孩之宝2025年的众筹产品——神力火焰擎天柱、火焰马格纳斯擎天柱火马擎天柱、欧米伽至尊、终极擎天柱怎么叫都可以了。总之就是 God of Fire Convoy。同时，这款火马擎天柱也是孩之宝众筹项目里第一款，也是目前唯一一款的擎天柱啊。这可能也是它的品质在出现了如此大的问题后还能被炒起来的原因吧。它的糟糕的品控以及旗舰店补款需要抢单等等的扫码问题，我们一会儿再讲。先让我们聚焦到火马擎天柱这个角色本身吧。神力火焰擎天柱也叫终极擎天柱，出自变形金刚日系作品 Car Robot，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机甲列车或是汽车人战记啊。由于其首播年份是在千禧2000年，所以这部作品也被称作 TF2000。由于作品后续被美方买入，成为了 Robot in Disguise， 进行了部分剧情和角色的修改，所以这部作品在美日之间还是有着部分区别的。这部作品在日版属于日系G1宇宙，神力火焰擎天柱是由主角火焰擎天柱和他的兄弟神力通天晓二人齐心合体而成的。而美版故事中，这部作品是独立的宇宙，火焰擎天柱就是擎天柱本人，神力通天晓就是通天晓，也依旧是他的副官啊。据说机甲列车这部作品在霓虹本土收成一般，而后续美系则因为缺少新作，选择购入了 TF2000 的作品与玩具。一个不贪财，一个不好色，也属于是美日之间互相解了对方的燃眉之急了。两种世界观的故事都很不错，美系和日系都是变形金刚不可分割的部分啊，没有谁高谁低。当然了，TT 和海记我骂起来也是一碗水端平的。那么现在就让我们看回这部 TF2000 在25年后的众筹产品吧。让我们先从主角火焰擎天柱的载具形态开始看起，真是超级巨大啊！倒数前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它会有这么大个儿。拿出 SS86 擎天柱和传世 A 版擎天柱进行对比，方便大家感受一下它的尺寸。这个长度我的桌子有点放不下了。不过这也导致它无法与常规经典线玩具进行比例搭配。火焰擎天柱的载具形态是消防车，个人真的相当喜欢使用消防车作为载具的擎天柱啊。不管是火焰载、零八动画还是 C 版，消防车擎天柱的造型和设定都深得我心啊。救火消防的英雄载具和汽车人英雄领袖真的很搭，不知道有没有和我一样想法的朋友啊？消防车标志性的云梯做的也是相当给力，尺寸巨大，齿轮玩起来也相当舒爽。云梯中隐藏的导弹也可以翻起，只不过老版本这里所具备的弹射玩法被阉割掉了。拔下云梯，我们也就能看到超级模式下的头部就摆放在这里。轮胎不是橡胶的，但是玩具整体的滚动性相当不错。侧面也有着霓虹女的消防厅すごい。武器可以搭载在载具形态的下方，轮子的设计让它也可以参与滚动。车头标志的 C001 对应剧中汽车人成员的编号，今年的失落节点玩具线也是使用了这种编号不知道是否会有什么关联啊？个人感觉还是蛮有趣的。我真的非常喜欢这辆消防车。不过火焰擎天柱本质是个 platformer 它的本体只组成了消防车的前半部分我也真的不是很喜欢它的单体人形すごい。
变形的过程还是相当简单的，整体变形过程和老版差距不大，但其中也不乏有着一些小巧思。手臂盖板在拳头伸出后可以再次缩回，这让玩具的造型更加优秀，也更加还原动画的样式。但是火焰仔本体的这个比例实在是太雷霆了，火焰仔你真的是得小心潘金莲啊，你这简直是武大郎的身材，宽胸粗腰大粗腿和裹小脚搭配在一起，真的太怪了。可以说火焰仔是为了超级模式以最终合体牺牲了太多。头雕的造型还算比较不错，但是电镀的眼睛总给我一种说不上来的奇怪感觉，眼睛使用电镀零件，这里真的觉得有点意义不明啊。消防车尾部分简单变形后就可以变成小型基地，在动画中可以用于战斗或是维修平台，也能拆分成为部分武装安装在火焰擎天柱本体身上当然它对于火焰仔最大的帮助还是变形成为马甲，让它成为超级火焰擎天柱。多亏本体的牺牲，火焰仔穿上马甲后的造型真的相当帅气，大脚掌、大宽肩，整体的比例非常协调，不对称的胸口以及云梯的设计真的都很在我的审美点上啊，真的就像是消防员斜挎着喷水枪的感觉。云梯很帅气，但是也过于长过于重了，摆姿势时需要仔细调整一下玩具重心，以免摔倒造成悲剧啊。超级模式下的头雕设计也很像消防员的帽子和皮带，日系角色整体的这种设计感真的是独具巧思，经久不衰，越看越喜欢啊。毕竟 G1 最初的设定图和高达、勇者这些归根结底都是日系设计师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埋没啊，就像是你鳄鱼叔叔一样，开服起经久不衰，一直不会被地球欧瑶所削弱啊。不过火焰仔腰部这里滑槽的问题在超级模式下就有慢慢显现出来了，一会儿火马形态我将狠狠批评，超级模式下的肩甲密合有时候会有点回弹，这点也是概率事件啊，就像后面的某个回弹一样，我也会在后续一并批评。玩具整体的可动性依旧是比较不错的，脚部接地有着比较好的角度，手臂上的武器可以旋转和抬起，只不过我觉得肩膀这里第一段平台也应该做成齿轮关节的。胸口打开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火焰擎天柱的能源宝，这也是我们神力通二哥吃醋嫉妒的最大原因之一啊。那么现在是时候请出我们爱慕权力但又嫉恶如仇的通二哥神力通天晓出场了。通二哥的载具造型依旧是货车，也是依旧的巨大，如果您愿意的话也可以打开舱门让小车驶入其中，这也算是某种有趣玩法的传承了。闪亮的电镀车头确实有够吸睛，但是车头这里电镀零件翘边中奖真的是让我很崩溃啊。亲亲，这不影响把玩哦，我们旗舰店也是不会有任何售后的哦。电镀零件对于把玩过程所带来的困扰也是相当严重的，相比起火焰擎天柱，我们的通二哥更是一位彻头彻尾的 platformer 啊，需要完全拆解然后进行变形。
不是烟头叔叔吗？这个身材比例，我只能说我想起了另一位十一头身的朋友啊。说真的，身形很不好看，可以说通天晓的单体形态为了最终合体付出了所有啊。身材比例我简直无法评价，小头爸爸，超级大长腿，超绝头肩比，无敌大背包，超长小腿配上镂空设计，就算是把蓝剑拿来填补空洞，感觉也只是杯水车薪。这样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其实算不上丑，但是对于动画来说真的很不还原。而且还记得神秘球关又让我中奖了，移动他的小头，球关就会卡在一个奇怪的仰头角度，众筹就这凭空啊，你在这搞我呢？为了合体时还原动画握手造型的超长拇指，加上棱角分明的面庞，我真的很怕他突然给我来一句那个门把手已经被我摸过了。因为没有太多干涉，所以通天晓的可动性还是不错的。要说玩法的话，可能就是蓝剑可以变形，和通天晓有搭载和武器的玩法吧。蓝剑本身呢，也就是地级不足核心有余的一个分件大小，身体可以进行拆解，进行各种 Evo Fusion 玩法。这其中个人觉得意义比较大的玩法，就是可以拿来挡住通天晓身上的各种空洞了。通天晓造型的牺牲，可能也是每位追加战士无法避开的痛吧。而且我们的通天晓从各种角度来说都是追加战士啊。在一开始的玩具设计中，其实并没有通天晓和火焰仔合体的玩法。通天晓的玩具是在火焰擎天柱设计完成后再追加的，这就导致当时玩具最终合体形态的造型和稳定性出现了部分问题。好在这款众筹火马擎天柱没有这样的情况。那么是时候进入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兄弟大合体，火焰擎天柱、神力通天晓合体成为 God Fire Convoy。合体的过程还是比较爽快的，兄弟握手合体的玩法也有非常好的还原到位。大面积电子胸甲加上巨大飞翼的合体造型，真的是给人看湿了。蓝剑也可以作为武器配件安装在头的后侧，整体的身形真的相当的美型，没有那么宽体反而让我有些不适应了啊。不过它的美型也依旧是有着部分问题的。让我们先看到最大的问题所在，头雕。
说真的，头雕造型我觉得也挺帅气的，但是真的不够还原啊。耳部天线可能是因为电镀件的原因漏掉了黑色涂装，我不说什么，但是侧面非要增加卡位限制天线的活动又是何意味呢？有的时候天线竖起来的角度才更还原动画的造型吧，更何况耳部天线需要转动一下才能保证一体变形，不插到底的天线把玩过程中又相当容易脱落。为了防止地板小精灵的出没，天线部分我只能分体变形了。超级火焰擎天柱头雕的天线明明都可以做好，为什么到了最后合体反而做不好了呢？这里的设计真的是太匪夷所思了。这个头雕整体的造型和动画相比也真的是不太对位啊。电镀眼睛的暗角显得眼睛特别的小，我真的很需要一颗更好的火马头雕。如果有手艺人做了的话，请大家踢踢我，我会献上我的屁股来换取一颗完美的火马头雕啊。胸口电镀的重奖在人形下也是尤其明显，两片侧胸甲超级容易脱落。说真的，你要是非做成插拔的，就把插栓做的长一点，牢固点好吗？把玩的时候一碰就掉，真的是让人很心烦啊。孩之宝，你做电镀件你给我做好的。手臂这里因为需要还原动画合体方式，所以需要把两只拳头放置在手臂接口处，这就导致火马的手显得特别长啊。万线过当，这可是帝王之争啊！这边简单给大家提供另一种造型方案。个人觉得，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收回擎天柱的手部，拆下通天巧的拳头，这样可以很明显的缩短手部。造型方面的话，就见仁见智了。玩具整体的稳定性很好，但是腹部造型因为使用假零件，所以和老玩具以及设定图有所出入。但是个人真的相当喜欢合体造型啊，尤其是胸腹的3段过渡。火焰擎天柱若隐若现的胸部，感觉就像是南半球一样诱人啊。下半身的还原度还是很不错的，就是卡扣略微需要一些韧性才能够完成合体。肩膀的零件和脚板因为变形原因略显小气了，和超级火焰擎天柱相比反而是变小了这点个人觉得比较可惜啊。总的来说，单体的牺牲换来的合体造型还是很让我喜欢的，要是没有种种品控问题的话，我肯定会爱死这个家伙的。可惜事与愿违啊，他的问题真的多到我无法视而不见。除开前面尚可接受的电镀零件和头雕造型问题，火马身上的其他问题也真的让我无法接受。背部飞翼卡扣有时会回弹，需要自行拆开打磨，站柜的时候如果卡扣回弹，飞翼也许就会直接掉下去了它可是卖2000块钱啊。火马腰部这里的滑槽问题也是老生常谈了，不少玩家一开始把玩的时候就因为这里的卡扣导致腰腹断裂。但是我想说的是，除此以外的另一个问题，腰后的卡扣。设计层面，这个卡扣是非常优秀的，它很有效的加固了拉伸后腰部的稳定性。但是变形这里的时候真的无比折磨，腰部拉伸关节毫无卡位，这就导致后侧的卡扣很难和腰部进行卡位的结合。这里的卡扣需要利用韧性卡住，但是手感又超级的紧涩，有时候卡扣对准了我也不敢用力好吧，做什么都得温柔些，给他些时间扩张和磨合。然后为了密合这个卡扣，我就这样掰了半个小时啊！果不愧是2000块钱的玩具，就是耐玩啊！同样性感，但又让人无比折磨的，还有它的大腿。这到底是黄色还是白色？我分不清楚啊。众筹火马擎天柱出货时，因为部分零件缺少添加荧光剂，导致部分白色零件发黄问题严重。与此同时呢，众所周知大陆旗舰店是没有任何售后服务的相较国外迅速回收重新发出正确添加荧光剂版本的玩具，国内代理很长一段时间内选择了装死。但是大哥，这可是价值2000块钱的玩具啊！没过多久，国内众筹玩家团结一心，举报了旗舰店这种无耻行为，最终也是为所有众筹玩家迎来了应有的换货权利。售后也需要众筹，这是最难奔的。虽然我的这款个人没有发现发黄的情况，所以没有换货，但是这里还是要向每一位为玩家利益维权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与敬意。大陆旗舰店在火马擎天柱这款众筹产品上的恶心行径还远不止于此，他甚至在当时搞起了抢购补款这种离谱的操作，分批售卖火马的补款，先抢到的人就可以优先发货，都是付一样的钱，凭什么玩家拿到玩具的顺序还有个先后呢？
抢购补款这个事情本身就有争议，普通玩家不可能抢得过科技选手。第一批火马补款抢购结束后，二级市场立刻出现了高价的首批火马卖家，甚至有出现一个人抢到了10几套第一批火马售卖的情况。其中是有什么内幕，我不做恶意的揣测，但是归根结底，这件事情你旗舰店做的就是下贱恶心。一骂旗舰店扯的就有点远了，还是让我们看回火马擎天柱的一些配件吧。配件包括地台和武器超级神力之剑。地台造型比较一般，超级神力之剑真的非常巨大，哪怕是我本人拿着它，尺寸也显得相当夸张啊！果不愧是孩子们信念所汇聚成的力量啊，这份分量真的是难以承担的。大家可能也都发现了，火焰擎天柱和通天晓合体后，超级模式剩余的配件无处安放。那么这边就要提到动画里没有出现，但是设计师和玩家都喜闻乐见的 Fans Mode 了。Fans Mode 顾名思义就是玩家模式，您可以将火焰擎天柱剩余的超级模式配件随意拆分，和火马擎天柱本身进行结合。原来 EO Fusion 早在2000年就有所记载啊。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把配件搭载在火马擎天柱身上，进入独属于我们的 Fans Mode。首先是比较接近官方设定的搭载方式，脚部安装在小腿外侧，手部肩甲也安装在小腿外侧，消防云梯和胸甲安装在两侧的手臂上即可。当然这只是老玩具宣传海报上的变法，因为这个模式来源于玩家的想象力，所以本质上只要您愿意，任何玩法都可以成为您的官方玩法。我比较喜欢的造型借鉴了国外博主的变法，将后侧通天晓手臂翻出，肩甲安装成为侧裙甲，利用脚部凸起和火马脚部的滑轨夹合成为增高拖鞋，手部安装在肩后，视觉上增强肩甲的造型。好的，那么这就是我的 Fans Mode 啦。虽然个人觉得大脚版更加好看，不过这样的变法也导致最后的造型比较雷霆啊，脚部和裙甲也是比较松垮的。难道说我又要买 DNA 了吗？当然我也很期待大家的不同变法，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发给小沙欣赏啊。这期视频到这里我已经写了5000多个字的文案了，拍摄和剪辑过程也是相当辛苦，真的非常感谢看到这里的朋友啊。好的，那么总结一下这款孩之宝2025年的众筹产品神力火焰擎天柱吧。这款火马擎天柱比起老版设计有很多进步，以合体为最终蓝本的设计方案，虽然牺牲了2位单体成员的美型，但是最终的火马合体造型确实相当帅气。虽然合体造型依旧有着部分的问题，品控和旗舰店售后的经历也让人非常无语，但是各个形态多样的玩法，帅气的合体造型，丰富的配件和 Fans Mode 的设计，还是让这款众筹火马成为了一款不折不扣的好玩具。后续似乎有厂家放出了 KO 的消息，但是以个人经验和市场标准来看，还是不太建议大家对这些 AI 跑出来的灰模图抱有太高期待的。目前众筹火马的价格也属实不适合高追，希望以后会有适配经典线比例的火马擎天柱发售，也希望以后的众筹能越做越好吧。这个哀兵必胜啊。好的，那么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关于火马擎天柱有很多想说的，内容可能有些冗杂，导致视频时长太长了，真的非常感谢您能看到这里啊。小沙视频制作不易，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可以长按点赞，一键3连，关注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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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我是沙一头，希望能带给您更好的玩具分享。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